我手持三炷香，举过头顶，急急如律令，神仙给我上。嘟嘟囔囔说完，我将还未燃尽的香插进香炉。江州战战兢兢上前，扯了扯我的黄色道袍，紧张询问：“看出我什么情况了吗？”我看了他一眼，转而用高深莫测的神情盯着他的肚子：“你肚子里长了个东西。”江州泄气：“你说过我患癌了。”江州幽怨地看着我：“林医生，倒也不必将你在医院里说的话重复一遍。我是修炼了上百年的道士，100年前国家巨变，我的3个师兄毅然决然下山。小师妹，看好道观，等我们回来，师父早已仙逝。我是被3个师兄带大的，他们的嘱咐我不敢违抗，更何况总得有人守着这上千年的根基。我从白天守到黑夜，从绿叶鲜花守到枯枝败叶，从国破家亡守到东方升起一轮红日。广播里激动昂扬的声音响起：新中国成立了。我坐在干净却破败的台阶上，笑着笑着就哭了。擦干眼泪后，我决定带着师兄们的灵牌下山。新中国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我100年不曾变化的模样，容易引起恐慌。于是我换了一个又一个的身份。现在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经过我治疗的绝症病人，存活率高达50%，就不活的那一半，确实疾病缠身，药石无医，剩余的人里，大多数乃是邪祟作乱。我全都妙手回春，去找林威医生看看吧，也属于附近几座城市医院医生开的一味药。江州是在网上刷到我的，给我好评的患者，字里行间神神秘秘，这倒勾起了他的兴趣。什么毛病？我开门见山，外面走廊排满了我的病患，速度不搞快点，晚上哪有时间见客户？我要知道什么毛病，我还来看医生啊！我挑了挑眉，哟呵，还是个少爷脾气的，张嘴伸舌头，手给我。我的医术是师兄教的，在无数中医文献还没被列强毁坏的时候，前几年换了现在的身份。我还去医学院学了几年现代医学，现在进了这家3甲中医院。你吃烧烤了？此人印堂发黑，脉搏时强时弱，肚子周围萦绕着丝丝黑气，身体散发出肉被烧焦的味道。吃什么烧烤？我最近就是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有种焦苦的味道。就1个月时间，我瘦了整20斤。江州一副大少爷做派，语气里带着命令。我在网上查了，你是我们这有名的中医，你给我开点中药调理调理。我笑了笑，摇摇头，看来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拍个片吧。江州瞪大双眼，我就是胃口不好，你让我去拍片，你行不行啊？快点去吧，趁我下班前还能给你看看报告。我扫了眼他的身份证，1年1月因日所生，确实深受邪祟喜爱。他至今还活蹦乱跳地站在我面前，全因他大富大贵的命格镇压着邪气，只是再不采取行动，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凝重，江州不再骂骂咧咧，心虚地问我：中医也拍片？中医难道不是望闻问切吗？科学使人进步。下一位，透过身体观察他肚子里的情况，还得我费神开天眼。有科技不用，我又不傻。江州离开的时候，我听见他小声抱怨：才20出头，这么年轻的医生，靠谱吗？哪个女孩子经得住这样的夸赞？我心里乐开花。江州是踩着下班点来找我的。喏，片子。我从他手里接过片子，仔仔细细打量肚子部位。这是癌呀！江州一个不稳，从椅子上跌跪在地上。怎么可能？我生活健康，每天坚持健身，吃的喝的都是自家农场运来的绿色无公害食品。江州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个庸医！这种场面我见多了，内心已经毫无波澜。我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名片，各大医院都去看看吧，没招了就回来找我。见我说的这么恳切，江州摸着肚子，蔫头耷脑。看到患者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决定提醒他一下，最好在你农历生日前1个月来找我。农历生日，我是7月半所生，
江州突然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探究，看来他是听懂了。他的肚子里有一抹微弱的亡魂，还有1个月便是鬼节。哎，工作量又要增加了。我望着夜空中那轮明月，唉声叹气。鬼节那日，阴气最盛，地府会打开通往人间的通道，众鬼可以到人间活动，当然都是被地府筛选过的鬼魂。地府里十恶不赦的恶鬼厉鬼是没有这种福利的。百鬼出行，生人要回避，不小心冲撞了，身体会变得虚弱。很多小鬼因思念家人或故意恶作剧，会专程找人互动。每年那几日来找我看病的人数是平日里的好几倍。好在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等百鬼回到地府，人间阳气回归，身体就会不治而愈。最严重者，等到8月15月圆之时，便可痊愈。若好不了的，那便不是被地府的正规鬼缠上，游荡的孤魂野鬼，稍微棘手。大半夜，我被手机铃声吵醒，谁他妈凌晨3点给老娘打电话？有没有公德心啊？林医生，是我。电话里的声音虚弱中透着磁性。谁？我是江州，半年前来找你看过病，在那之后，爸妈带我看遍国内外的所有专家，全都救不了。我现在正在美国化疗，我好痛苦啊！我还那么年轻，家里那么多钱，我还没好好享受生活。我从小有事说事，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絮絮叨叨。打工人大晚上听富二代炫富，真有够烦。林医生，我打听过了，你是青山上的道士，你曾经治好过很多绝症患者，求求你救救我，你要多少钱都行，我们家有的是钱。江州的声音隐隐带着哭腔。你有病啊，被人打断美梦，明日还要早起上班，想起来就气。是啊，你查出来的。电话里出现短暂的沉默。林薇，忍住，一定要忍住，修行之人切莫动怒。我默默给自己顺气。林医生，你怎么不说话呀？难道是嫌谈钱俗气？珠宝也有啊，给你投资开私人医院也行，都行。敲，忍一忍，到心悔。我卯足劲儿，冲着电话里一顿输出。大傻春，你不知道有时差吗？请问你脑子怎么长的？百分号美元星号美元井号井号星号星号百分号星号井号井号星号加百分号百分号百分号美元星号美元井号井号星号星号人民币百分号星号井号井号星号加百分号百分号百分号美元星号美元井号井号星号星号人民币百分号星号井号井号星号加百分号。一顿极致的问候，终于舒坦了。林医生，你是修行之人，骂这么脏，不怕掉功德吗？显然，江州被我的问候感动，还特意关心我的功德。无碍，有的人命中欠骂，我成全他，这是功德无量。我在江州的豪华别墅做完法事，等这几炷香燃完再离开。我懂，要虔诚。江州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我淡淡道。香火没人看着，容易发生火灾。江州面色尴尬的挠挠头，上前扯了扯我的道袍。道长，不对，道姑，女道长。我瞥了他一眼，叫我林薇就行。好的。林医生，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座别墅完全没有问题。刚刚我已经将整个别墅都探查了一遍，奇怪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刚说完，江州的父亲就出声痛斥妻儿：“哼，简直胡闹！周周在国外治疗的好好的，非得回来找什么神棍，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回医院？医院说了治不好，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救我儿子，就算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我也要去试一试。”江母说着说着，眼泪都掉了下来。她擦了擦泪水，走到我身旁：“林医生，今天你也辛苦了。我们给你准备了晚餐，你们收拾收拾，就到餐厅来吧。”江母客套完，朝着餐厅的方向而去。江父哼了一声，也跟了过去。抱歉啊，林医生，我爸也是担心我。江州满脸歉意地看着我，我点头表示理解。你经常住在这栋别墅吗？
有钱人房产多得很，天天换着住都不成问题，还是得问清楚。当然了，我从出生就住在这里的，这里是我的家，出去玩了，我都是要回这里的。我心里多少有点数了，我要跟你一起住几日。哈，你趁火打劫呀！江州双手护住胸膛，一副被调戏的样子。我白了他一眼，房子没问题，那就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我得跟你一段时间看看。江州有点不相信。林医生，你不是说我肚子里有个亡魂？你不能直接把他弄出来问问？不能，他和你已经融为一体了，贸然弄出来，你也会出事。查出亡魂的身份，超度他，让他自愿离开。江州见我这么说，也不再多嘴。江母倒是眼神亮了又亮，舒出一口气。我就说还没到绝境，有希望就好，有希望就好。江母说完，用公筷给我夹了一片青菜。林医生，这个是我们农场自己种的青菜，特别健康绿色，你尝尝。谢谢。我将青菜夹到嘴边，不对，有一股淡淡的味道，有点像江州身上的烧焦味。我将青菜重新放回碗里。你们说的这个农场在哪里？许是我的举动吓到他们，江母正色起来。在青城西边那座山上，之前是块荒地，我们买了开发的。我点点头，嘱咐江州，今晚早点睡，明日跟我去农场。当我越往西边走，那股烧焦的味道就越发浓郁，直到我站在江家的农场上，一阵阵烧焦的气体直冲天灵盖，熏得我差点无法呼吸。林医生，你怎么了？我的异常惊到了江州，他扶着我回到山脚的民宿，查一查这座山以前发生过什么。回到民宿，呼吸终于顺畅了很多。我吩咐江州去找找资料，不用查了。开发这块地之前，我都已经查看过所有资料。林父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这里以前是片山林，后来被人烧光了。谁干的呀？这么缺德，这得牢底坐穿吧？江州愤愤不平，鬼子们干的。据附近村民回忆，当时有一小队民间游击队进入里面，将鬼子们耍得团团转。鬼子们被惹怒，一气之下将整座山都烧了。林父的声音里满是痛恨。我站在窗户前，望向那座已经成为梯田的山，怪不得味道那么大，只要原因找到了就好。我转头看向江州，行了，就等7月15了。7月半，太阳完全照射不到大地的时候，农场阴风阵阵，漫天弥漫着黑色的浓烟，似乎还能听到遍野的哀嚎。江州父母被我留在山脚的民宿，只有我和江州两人上山。我将早已经准备好的消防面罩分了一个给江州，现在又没有火灾，我们带这个干什么？嗨嗨嗨！江州还没说完，便咳个不停。怎么感觉一股浓烟在往我的肺里窜呢？挖去！这！江州双手并用，急急忙忙戴上面罩。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因为眼前的景象已经不是什么梯田，而是黑烟弥漫的山林。越往上走，江州越发吃力，浑身都在冒着冷汗。林医生，等等我！我感觉肚子越来越痛，我坚持不住了。我是不是发病了？我赶紧拿出铜钱，在江州身边围了个阵法，让江州坐到中间。我咬破手指，将血迹抹在桃木剑上，绕着江州比划了一圈，然后将剑尖直指上天。刚刚还黑雾弥漫的山林破出一个洞，月光透过洞口，照射在江州身上。林医生，我感觉不痛了，我好了。江州活动着身体，哪里还有刚刚虚弱的模样？坐好，别离开那个光圈。哦，好，太神奇了，竟然只有我这一圈有光。我没回答他，而是对着江州的方向说道：“出来吧。”江州指指自己，应该不是跟我说话吧？这里是你的魂归之处，若是不出来，我让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江州肚子上的黑气逐渐聚集，啊，疼！我要死了吗？我还不想死啊！我想回去躺在我柔软的大床上再死啊！黑气全部聚拢，逐渐成型。我趁其虚弱，拿出锁魂链将其锁住。我去，你个老六不讲武德，
一个黑影破口大骂：“谁在说话？我不会已经死了吧？”江州睁开双眼看向我，哇，这黑漆麻黑的是个啥呀？我被江州的样子逗笑，突然有点想捉弄他，故意将黑影扯到他面前：“这就是你肚子里的东西啊啊啊！救命啊！”江州吓得跳起，躲到我的身后，喊什么喊？福气都被你喊没了。黑影嫌弃地看了江州一眼，黑影身上的雾气逐渐散去，露出被烧焦的身躯，可怕！要不还是整点黑雾在身上吧。我也就瞅了一眼，惨不忍睹，根本不敢再看第二眼。亡魂沉默一瞬，默默又将黑雾裹在身上。喂，你双标啊！只敢对我吼。江州气得跳脚，却也怂得只敢在我身后叫嚣。这可是锁魂链呐！这臭道士还真有2把刷子，跟当年那个道士似的。我心神一动，一直流动的黑雾短暂静止。我想想，好像叫樊什么什么，忘了，就记得大家叫他樊道长，樊云鹤。对，那道长还真挺厉害，自己组织了民兵，把小鬼子们引到山上打游击，还真灭了好多鬼子。鬼子们还悬赏100个大洋，就为活捉他呢。亡魂唉声叹气：“哎，可惜了，鬼子们不是人，把这座山烧了，还派人守在山脚各处，不让人出去。我们住在这山上的人全都遭殃了。”江州怒了：“那你为什么要跑到我身体里？”亡魂碍于我的本事，只能如实相告：“太痛了，大火烧了整整1个月，我被活活烧死了呀！我真的太痛了，我想要水，想要到凉快的地方。”亡魂指了指江州：“你八字属阴，我待在你身体里凉快，你有没有良心啊？你怎么不去死啊？”江州气急败坏：“我已经死了呀！”亡魂无语：“好了，别吵了，他俩吵得我耳朵疼。”我将锁魂链收紧，将亡魂扯到我跟前：“那你为什么不投胎，要去人间祸害人？”“对，为什么祸害我？”江州在我身后扯着嗓子作威作福：“还不是那个道士，他担心鬼子死了化成厉鬼报复，进山前布置了辟邪阵法，亡魂进不来也出不去，勾魂使者进不来，我们去不了地府啊。那你怎么出去了？”江州小声嘟囔：“我也是等了好几十年，才等到你这么好的八字，我藏到你身体里就出去了呗。你说的那个道士在哪里？”我心底隐隐有些不安，好像在前面的山坳里打鬼子呢。我心中明了，手持木剑，在地上画了个圈，地上立刻出现一个虚空的洞，洞里泛着黑，庞佛多看一眼就会被吸进去。你生前无恶行，却遭遇不测，若是到地府也能谋个好前程，可你如今附身活人身上，让人无故惨遭病痛折磨，实属罪恶不赦。你去地府接受审判吧。我一脚将亡魂踢进地狱之门，地上的黑洞随之消失。林医生，我好了吗？我痊愈了吗？已无大碍。林医生，你可真厉害。那我们赶紧下山吧，这里太可怕了。江州拉着我的道袍就要下山，你先自己下去吧，我要进去找人。我拿出罗盘，看向前方黑不见底的山坳，找谁呀？你之前不都没来过这儿吗？樊云鹤，我大师兄。说罢，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没走2步，江州快步跟了上来。林医生，我还是跟着你有安全感。林医生，你说你们道士用的剑，为什么是桃木做的？桃木真的辟邪吗？法律不让用真剑，你们几个快守着这个缺口，不让鬼子们上来。大师兄，我冲着前方的背影喊道。他转身：“小师妹，你怎么来了？是不是那些毫无人性的小鬼子毁了道观？你别怕，师兄护着你。”樊云鹤将我往崖边的山洞里藏，我推开他的手：“大师兄，小鬼子被赶出中国了，我们国家强大了，以后再也不怕他们了。你安息吧。”大师兄愣住，身上的长袍灰飞烟灭，他的身体骤变，成了烧焦的模样。小鬼子真的被赶走了。大师兄用焦黑的手骨拉住我，他的身后站了好几排焦黑骨架，虽然没有眼睛，但我仿佛能从他们黑漆漆的眼眶里看到灼灼星光。
我没有推开大师兄的骨架手，坚定点头。兄弟们，听到了吗？小鬼子被赶走了，我们胜了，我们胜了！呜呜呜！终于把小鬼子赶跑了，我们再也不用日日夜夜守在这，忍受烈火焚烧之痛了。我心里动容，很想问他们，为什么不像先前那个亡魂一样，找个人体寄居，减轻痛苦？我终究没有问出口。我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烈士们的侮辱吧。我将师兄的灵魂收进他的灵牌里，其他烈士们的灵魂，我将他们带去了烈士陵园，那里刻着他们的姓名。人们的祭拜能减轻灼魂之痛，等他们享受够了香火供奉，便可成神。下一位。推开门的不是我的病人江州，怎么是你，林医生？我彻底休养好了，你都不知道，这1个月，我爸妈带我去找遍专家会诊，他们全都不可置信，见了我就喊奇迹，哈哈哈哈！我淡淡的盯了他一眼，你都好了，还来我这干嘛？别耽误后面的病人看病，他们排号不容易。我想找你拜师学艺，所以我找关系，让医院把我弄进来，给你当助理。江州指着胸前的助理牌子，我有点头疼，这是给我弄了个什么麻烦进来呀？林医生，以你这水平，就应该举世瞩目。我可以当你经纪人，帮你打理事业，到时候给你开个世界巡回看诊，想来挂号的就来找我预约，怎么样？你这操作，在我们医学圈里叫黄牛。下一位。江州撇撇嘴，乖乖坐到我身后。进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妻，男人将妻子扶到我左手边的椅子上坐好。我上下打量了女人一眼，病魔缠身，大限将至，已经在其他医院治疗了吗？是，我在首都的医院化疗了。那个刘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尽量延缓恶化。我点点头，国内顶尖的医院，医生也是治疗癌症的权威专家，看来已经是尽力了。我在电脑上简单操作了一番，给你开点中药喝，你回首都好好配合之前医生的治疗方案。男人左右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问我，林医生，我听说你这不是有那种传统的疗法吗？男人比了个做法的手势，我笑着摇摇头，相信科学，让你老婆回去好好休息，配合治疗，保持好心态，相信会有奇迹的。男人接过我的药方单，表情挺不满意的，不过好像又想到了什么，整张脸笑了起来，小心翼翼将药方单揣进怀里。老婆，听到了没？好好治疗，会有奇迹的。坐在我对面的枯瘦女人，从进来到现在，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她的眼神里燃起希望的光芒。等他们走后，江州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林医生，你那是开的什么神药？癌症都能治，连做法都不用。我面无表情，就是些安神镇痛的药，希望他化疗的时候能减轻点痛苦，也算是给他们一点精神寄托吧。下一位。一个年轻女人牵着一个7、8岁的女孩走进来。林医生，帮我看看我女儿，她夜里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具体说说什么情况？江州来了兴趣，他附在我耳边悄声道：“这症状，找林医生你算是对口了。我女儿一直不敢一个人睡，跟我们说晚上总听到奇怪的声音，我们寻遍名医治疗，最后被诊断出精神方面的问题，说是依赖综合症。小孩子面临和父母分床睡，分离焦虑，分不清现实和想象。”女人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可是我女儿只要不在家里住，她就不会听见那个声音，不管是学校、旅店全都没事，但是只要回到家里，她就会听见。江州在我身后小声嘀咕：“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啊。”林医生要开坛做法吗？我不置可否，低头翻看起女孩之前的各种诊断报告。小妹妹，你跟我说说，你晚上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是跟你说话，还是其他声音？小女孩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抠手，是跟我说话，说什么快跑。我有时候睡得好好的，就感觉被人摇醒，让我躲起来。孩子妈妈心疼地抹眼泪，她晚上总是突然惊醒，说自己要睡觉，不躲之类的胡话。孩子总是睡不好，
白天都没什么精神。我将症状一一记录。孩子梦游吗？孩子妈妈摇摇头，倒是不梦游。我们在房间里装了监控，什么也没发现，但也观察到孩子不梦游。我飞速在电脑上操作，先住院观察一下。我开点药，这2天先把这服药喝了。周末带我去你们家里看看，谢谢林医生，谢谢。女人千恩万谢。他们家不远，就在本市的郊区村里，又是安神的药。母女走后，江州凑到电脑上看我的药方单。这孩子八字弱，容易撞到不干净的东西，给他开了些增加阳气的药。没有进入地府的亡魂和人类是共存在这世界上的。有的人身强，感知不到，也不会受影响；有的人身弱，容易感知到另一个空间的亡魂，接触到超过我们认知范围的东西，精神上总是会受到影响。林医生，周末我跟你一起去，苦力活都交给我。江州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没有拒绝他。你不怕就行，免费司机，不用白不用。小姑娘在医院住了2天，精神肉眼可见的变好。杨小妹，感觉怎么样？杨小妹扬着甜甜的笑脸看着我，我觉得医院真好，这里好安静，我晚上睡得可香了，真想一直住在这里。呸呸，童言无忌。杨小妹的妈妈捂住她的嘴，生怕她在胡言乱语。小妹，以后你在家里也可以睡得香甜了。我摸着她头顶的头发，安慰她。小妹妈妈惊喜万分。林医生，小妹已经好了吗？我摇摇头，等到你们家去看看才知道。江州拎着大包小包和我入住杨小妹家里。你都带的啥呀？这一箱箱的。我甚至觉得江州要搬到这里常住，都是驱邪的好东西。江州神秘兮兮地打开箱子，我凑过去看了眼，大蒜、糯米、桃树枝。江州将我扯到一个大桶前，颇为得意。我可是找了好多地方，才攒够这一桶黑狗血。嘿嘿，林医生，你就等着躺赢吧。我憋着笑，不错，不错，结束了，你还能打扫现场锻炼身体。夜里，杨小妹和父母睡在一个房间。江州为了壮胆，看了几部恐怖片，已经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他拽着我的衣服，也不让我去休息。我无奈极了，为了我的衣服，只能忍下。别拽了，我在客厅陪你。我刚买的衣服啊。我躺在沙发上，看着搞笑的综艺节目，逐渐进入梦乡。快起来，快跑啊，快去躲起来。我缓缓睁开双眼，不出意外，主卧里传来杨小妹的哭声。江州被杨小妹的哭声吵醒，我和她对视一眼，冲进卧室。林医生，小妹说她又听见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从杨小妹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白纸，折成仙鹤的模样，拿针扎破中指，用血迹给纸鹤点上眼睛。急急如律令，神仙给我上。念完咒语，纸鹤仿佛有了生命，朝着窗外飞去。挖去，常看常新。林医生，这个事我是非败不可了，别贫了，跟上他。江州激动不已，急冲冲跑到我前面，冲出房间。杨小妹家是村里的自建房，1楼是会客厅，2楼是卧室和休息区。等我们跑到1楼出门时，早已看不到纸鹤的踪迹。师傅，怎么办？江州自顾改口叫上师傅。我闭眼冥想了片刻，感知到纸鹤正在西南方向。我带着江州片刻不停地追了上去。师傅，快看前边！我放眼望去，一个鬼影正窜往各家各户。他怎么每户都去过呀？看来还真是因为小妹的八字弱，才能感知到。江州躲在我的身后指手画脚，跟上。我们越来越靠近那个鬼影，他的声音听得也越发真切。快跑啊，别睡了，快去躲起来。几乎是撕心裂肺，我和江州都不由捂住耳朵。怪不得杨小妹会被吓哭，她看起来很急迫，不太像故意伤害人的。江州的语气变得迟疑，我感觉他的恐惧都少了几分。等等，这个背影好熟悉，我看了又看，确定是我认识的人，傅峥嵘。我不确定地喊了一声，前方正四处奔波的鬼影停了下来，他缓缓转过身，真的是他。二师兄，小师妹，
你怎么在这里？鬼子快到村口了，你们快去地道里躲着。二师兄，你在这里做什么？二师兄眼神突然变得迷茫，随即坚定：我要去把村民们都叫醒，他们得赶紧去躲起来，时间来不及了。说完，二师兄又开始朝着附近一户人家吼着：快跑啊！鬼子进村了！我拉住二师兄，二师兄疑惑不解，杨小妹一家人跟了过来，看到我拉住的鬼影愣住。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杨小妹的爷爷是村子里的村长，他的父母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村里的历史一清二楚。他把村里的村志找了出来，请问英雄姓名？傅峥嵘。我替二师兄回答了。二师兄他此刻正着急，一直喊着让我们躲起来，他要去把所有村民叫醒。我扯着他不动，无疑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很生气，根本不想理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名啊，奇怪，按理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应该有记录的。村长一个个名字对了很久，最后在事件记录中找到一个疑似的，应该是这个副道长。我接过村志看了看，肯定点头，确实是我二师兄，他最擅长机关布阵，那就没错了。副道长是我们村里的大恩人，据我父母说，当年有个道长带我们村挖地道，在村子里布置陷阱，我们村才躲过一劫。我不解，指着二师兄询问：既然躲过了，那有记录他是怎么去世的吗？村长感慨：鬼子是半夜袭村，副道长警觉，和村里巡逻的壮年各处叫醒村民，让他们去地道里躲着。为了给村民争取时间，副道长和壮年们到村头，用血肉之躯阻挡鬼子们，我们村才幸免于难。杨小妹躲在妈妈身后，怯怯地盯着二师兄，就是他的声音，我每晚听到的就是他。杨爷爷热泪盈眶，摸着杨小妹的脑袋：小妹别怕，这是英雄，是英雄啊！二师兄看着我们，有点似懂非懂。师妹，这……江州从我的身后站出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新中国成立了，神州大地再无鬼子敢偷袭。副道长，你安息吧。江州双手合十，对着二师兄鞠了一躬。鬼子不敢了，他们那么十恶不赦，怎么会不敢了？二师兄还是将信未信，他或许是担心自己走了，无人保护这片土地。江州赶紧掏出手机，给二师兄播放了神州大地的变化。两弹一星试验成功，国家重新进入五常，经济腾飞，位居世界第2。我握住二师兄虚无的手：二师兄，我们是五常国家，有核武器，再也没有国家敢侵略我们了。二师兄两行热泪落下来：好好好，兄弟们，你们听到了吗？二师兄转头看去，他的身后已经空无一鬼。师兄愣住，我抿唇，尽量不让自己难过。这个村子的烈士们，随着亲人年老过世，已经接走迷失的他们，只有你在这里无亲无故。对不起，二师兄，是我来晚了。二师兄，现在的村民都是新中国的孩子，他们不再受战火纷扰，你不用叫醒他们，让孩子们睡个好觉吧。二师兄愣愣地看向杨小妹，杨小妹从爷爷身后露出小脑袋，冲着二师兄扬起灿烂的笑容，冲散了二师兄身后的阴霾。二师兄笑着点头：好好好，我不打扰他们了，孩子们安全了就好。我拿出二师兄的灵牌，将他的灵魂收入其中。我顶着2个黑眼圈到医院上班。江州反应很大：林医生，你周日又去接私活，不带我？我翻了个白眼，昨晚追了一晚上九尾狐爱上人类的剧，一晚上没睡啊！你们倒是能接受跨物种恋爱，我又不是法海。待我准备好营业，推开门的是杨小妹母女，我和江州都惊了一下，怎么还能听见什么吗？杨妈妈着急摆手：没有没有，这2晚小妹在家里听不见奇怪的声音了。而且自从知道是英雄的声音，小妹和我们家人都不再害怕了。我们今天是过来办理出院手续，顺便感谢林医生的。我接过锦旗，欣慰不已。小妹可要好好成长哦。好，杨小妹已经不似刚见她时的模样。
此刻他圆圆的脸蛋盛满圣阳。午休时间，我帮着护工将杨小妹的病床推回病房。前面一个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面色乌青，双眼无神，腿脚虚浮。我叫住了他：“小伙子，就你了，过来，帮我把这个床推到病房里面。”小伙子身体一软，差点跌倒在地上。我听到他小声呢喃：“我怎么到医院了？”他善意地冲我笑笑，接过我手里的病床，和护工一起推去病房。我站在原地，看向前方。刚才我吼完那一嗓子，一个鬼影从小伙身上逃窜了出去。“林医生，你看什么呢？饭已经打好了。”江州在我身后招呼我吃饭。“哦，好。”离开时，我看了眼小伙子站的地方，是药材室。连续好几次，我都能看见那个小伙的身影，就连一向大条的江州都发现了不对劲。“林医生，那个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查过了，他不是医院的病人，也没有亲朋好友在医院。但是每周五雷打不动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每次都能避开监控。”我撸了撸我不存在的胡子。“确实很有问题，恐怕我们来活了。”江州瞬间变得精神起来，时刻准备着。又是一个周五，我刚下班就看到那个小伙子从药材室出来，他背了个公文包，里面装的鼓鼓囊囊。出来后打了个出租车，动作干脆娴熟。跟上我和江州一路驱车跟在他后面。“怎么是个老教堂？”江州不确定地问我。“邪祟不怕这里。”“按理说不应该呀，信仰就是邪祟最害怕的，不论是哪个地方，只要有信仰，都是邪祟们避之不及的地方。”我和江州偷摸跟上。小伙子对教堂很熟悉，进了教堂，直奔后院，直到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停下。“站住！”江州厉喝一声，小伙子瞬间瘫软，倒在地上。我抚掌感叹：“牛杯呀，年轻人！”江州被夸得不好意思，挠了挠他的短发：“都是师傅教得好，你说过要先声夺人。”我用崇拜的表情看着他：“厉害呀，这邪祟能自由出入教堂，实力不容小觑，我都不敢上，你就敢正面刚，不愧是你呀！”江州一脸惊恐，一把拉过我，将我扯到他面前，给他当挡箭牌。“你个老六！”我不再吓唬他，径直走到小伙子身边。小伙子悠悠转醒。江州夺走小伙手里的公文包，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倒在地上。“都是药材，你偷药贼呀！”小伙晕晕乎乎，我听到他小声埋怨：“怎么又到这里了？你被鬼附身了。”我将公文包还给他，循循诱导：“说说吧，怎么回事？”小伙眼神迷茫：“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每周五早上来这里做礼拜，晚上我就会在这个仓库里醒过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梦游了。”“林医生，你发现什么了没有？”江州表情凝重，我在他的额前一点，将他转了个身，指着半空中的位置：“他逃到里面去了。挖去，空中有个黑洞。”“什么黑洞？你们不要神神叨叨的呀！”我害怕。旁边的小伙子蜷缩着往后退，仿佛看到神经病。“小李呀，你不懂。”江州高深莫测地对小伙来了这么句。江州绕着黑洞研究了半晌，怎么上去呢？他从周围搬了几块砖石，想要用什么固定住。江州转头询问我：“林医生，带工具包了吗？”我点点头，露出我自制的芥子袋。我早已经用我的修为，在里面开辟出了100来平的空间，里面装满了我吃饭的家伙。爱牛市，江州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包。“国产的。”我继续面无表情地在里面翻找。江州有些无语地看着我：“林医生，你这么有钱，也背业货？”我接他那单，确实得了不少钱，不过不妨碍我继续穷。我没搭理他，径直从包里掏出米长的人字梯。江州目瞪口呆：“对不起，林医生，我承认我刚才有点太大声了。国产的就是牛，那我们快进去吧。”江州拉着我就要往上爬，我扯开他的手：“里面情况不明，我先一个人进去探探路，你们在这里守着。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小李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要相信科学。”
说罢，我便踩着我的桃木剑飞进洞里。教堂可以躲，快去教堂！我站在街道中央，穿着与这里格格不入。我拉住一个路人询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妇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里满是不赞同。妹子，你怎么穿这么暴露？赶紧跑！鬼子不会放过你这么漂亮的姑娘的。他旁边的男人也劝着我：“姑娘，快去前面的教堂里躲着吧，那里是西方人建的，有洋人收留咱们普通百姓，鬼子们不敢和洋人起冲突。”他俩说完，也顾不得我，自顾向前面跑去。我看了看我的穿着普通的短袖 T 恤加不长不短的短裤，是夏天最正常不过的穿着。我看着一个个穿着民国服饰的人从我的身边奔跑而过，我迷惑了，他们的气息确实是人类。我难道进入了某个平行世界？前方鬼子正在肆虐，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人被他们杀害。我手指纷飞，迅速捻诀，不好！法术消失了，鬼子们一刻不停地前进，来不及思考。我跟随着人流进入大教堂。谁会医术？有谁会医术？斯密斯在教堂里挨个询问。我会。我在人群中缓缓举起手。斯密斯将我带到后院的仓库，仓库里已经挤满了人，全都是受伤的病患。快帮他止血！严道长，我们快没药了，先给民兵兄弟们上药吧。我们再忍一忍。不，先给妇女孩子上药，我们还能撑一撑。严清朗，我有药。我一进入仓库，便听到一阵阵无奈叹息。严清朗惊讶回头：“小师妹！”我快步上前，从我的戒子袋里掏出存药，这都是我平时存进去的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三师兄，你愣着干什么？快点救人啊！我正将一瓶抗生素抽进针筒里，转头看见三师兄盯着我发愣。哦，我只是好奇，师妹你什么时候学会西医学的？严清朗语气好奇，但也没有过多探究。我给伤患打针的手微微一顿，瞥见地上的药材包装，是我所在医院的包装。难道附在小李身上的鬼魂是三师兄？可他为什么要去偷药啊？三师兄，我求你去偷点药回来吧！我跪在三师兄面前，苦苦哀求。我的库存早已见底，救不完，根本救不完。教堂里的伤者越来越多。很多人旧伤还没好，又添新伤。哎，现在去不了，我上次都快偷回来了。半路被人给发现，药全没了。三师兄捶胸顿足，我有些心虚，不敢直视师兄。为何现在去不了？三师兄手大手一挥，空中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黑洞。我动用修为，开辟出了通往异世界的通道。到了那边，我却无法依靠自己离开原地，只能依附在原住民身体里。找了很久，我也才遇到那么一位可以容纳我的有缘人。这是倒反天罡之术，不可多用，只能7天一次。中途过去碰不上那位有缘人。三师兄疼惜地看着我：“师妹，这是旁门左道，你万万不可涉足。我死不足惜，到时候我一个人过去，就算死后下地狱，也是我应得的。”三师兄，我哽咽着，说不出多余的话。师兄只能附身小李身上，是因为小李有神缘，或许小李就是神遗留给这个异世界的救命通道。快快快！又有一批新的伤者。我和三师兄健步冲上前，将伤者平放在地上，止血上药。师妹，你这做手术的技术好娴熟。我给伤者做手术取弹药的时候，三师兄在旁边给我打下手。他越看越惊讶，没办法，这乱世的伤者太多，练出来了。我笑着打哈哈，我的医术是三师兄手把手教的，我会什么，他比我还要清楚。三师兄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他在忧愁药材的事。我到教堂后，已经忙碌了整整48个小时，不停地上药、换药、做手术，周围痛苦无助的声音让我不敢停歇。我多睡一会儿，便少救一个人。师妹，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师兄顶着。2位道长，你们都去休息休息吧，你们都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了。一个民兵兄弟劝说我们，
他的伤不严重，打了我的抗生素后已经好了不少，现在正帮着我和师兄照看病人。我没事，阿南他们不上药，睡不好。我指着新进来的伤患，那是斯密斯就过来妇女儿童，一个个衣衫不整，眼神麻木，浑身冒着血，也不吭一声，只坐在角落里发抖，交出通缉犯，否则我们强攻进来。我听到外面传来汉奸的叫喊，斯密斯在外面和鬼子们交流着什么。一个小孩跑过来告诉我们，鬼子们让我们交出民兵兄弟们，不然就要轰炸教堂。不少人破口大骂，三师兄手握成拳，连连捶地，手上被砸得血肉模糊，也像是感觉不到伤痛。仓库里10几个人站了出来，我们出去，不给大伙儿和神父添乱。10几个人里，最年长的也才20出头，最小的才10几岁，该是读中学的年纪，不准出去，你们会死的。仓库门口被人堵住，一堆人站在门口，将唯一的通道堵得死死的。大伙儿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你们看看，这里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要活着呀！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天际，众人再也无力阻拦。10几个瘦削的身影走出仓库，走出教堂，人群在后面小声呜咽。他们刚一出洋人的教堂，枪林弹雨便朝他们飞过去，10几个单薄的身子挡在教堂前，好似一座座可靠的大山。斯密斯拦着手无寸铁的百姓，不让大家白白出去送死，等到鬼子远离，才敢出去给烈士们收尸。我蹲在他们快凉透的身体旁边，使劲按压着出血点，还有气，还能救，来药啊，快拿药！呜呜呜！明明刚刚还活蹦乱跳的阿南，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向镇定自若的我崩溃大哭：药啊，拿药啊！我还能救活！鬼子们去而复返，汉奸谄媚地跟在鬼子身后大喊：听说你们这里面有会医术的，皇军聘用了，赶紧出来叩谢，别不识好歹，惹皇军生气。我出去，三师兄说着便往外走，众人拦都拦不住。严道长，你不能出去啊！你出去是死路一条，你不能出去。有了前车之鉴，大家说什么也不放人走，快滚出来回话，否则这街上的百姓小命不保。鬼子狡猾，他们答应了斯密斯不伤害教堂里的人，但是街上的百姓可就护不住了。严清朗挣脱阻拦，一步步向大门走去。师兄，让我去吧，你医术高明，你在这里照顾他们。最后一名民兵咽气，我心如死灰。胡闹，你留下来，你是个姑娘，去了只会被折磨。三师兄怒斥着我，可我俩已经走到了教堂门外，前方是斯密斯站在交界处，死死护着里面的人。谁是医生？跟我们走！三师兄大步跨向前方。呜呜呜！我的声音被淹没在一双大手里，后面有人死死拽着我，一只粗糙的手掌捂住我的嘴巴。我被人群挤到了最里边。我不会跟你们去的，想让我给鬼子看病，除非让我死。师兄迎风而立，微风吹起他的衣摆，面上带着视死如归的坚毅。那就去死吧！一顿扫射，师兄倒在墙下。呜呜呜！呜呜呜！周围群众死死拦住我，想尽办法不让我发出一点声音。里面还有没有医生？听说还有个女医生，跟我们走，保你荣华富贵。汉奸还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眼里全都是师兄身上流出的血。我使出浑身力气，挣脱周围的束缚，冲到师兄身旁。师兄，你坚持住，我给你做手术。尤西，这就是女医生，漂亮的花姑娘，带走。一群鬼子上前拉扯我，还没断气的师兄死死拽住我。慢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你们日本已经投降了，休要在我华夏作威作福。好像有人在播放日本投降的视频，周围响起一阵阵欢呼：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痛苦无助的妇人孩童放声大笑。鬼子不见了，师兄不见了，人群也不见了。我眼前的场景变了又变。师兄，师兄，给我药，我要救人，给我药！
师兄在我面前倒下的画面历历在目。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说，死去的人执念太深，会被困在一方世界里，重复生前的事。林医生终究是道行不够啊，被里面的幻境伤成这样。好像是小李的声音，不怪林医生，任何一个中国医生都不能在里面全身而退。是江州，他给我套上外套，将我揽进怀中，安抚林薇：“没事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小师妹。”是三师兄的声音。我逐渐清明，眼前已经是破旧的仓库，三师兄和那10几位民兵站在我的面前，只是已经是亡魂状态。对不起师兄，我救不了你们。我无力地瘫软在地。三师兄宠溺地摇摇头：“那是历史，你改变不了的。一直给我们帮忙的阿南，成了亡魂也依然活泼。谢谢你们，把我们拉出那个世界，不用一直重复生前的痛苦。”我将师兄们的事迹编订成书，放在道观的图书馆里，每日翻阅的人数不胜数。我心里欣慰，师兄，这世界从不曾忘记你们。我把装有师兄亡魂的灵牌供奉在庙里，每日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哎，牌子怎么变红色了？江州指着香炉前的灵牌，他们从浅木黄成了深木红，那是师兄们心情好，正开心呢。我心情也好啊。发生什么了吗？为什么心情好啊？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江州左看右看，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样子实在逗趣。我憋着笑，给他指了指正跪在神像前许愿的人，他们在求财运、爱情、事业、婚姻和健康，在无人求吃饱穿暖。列强退出国土了，师兄们听着高兴。江州来了兴趣，我也来求一签。他闭着双眼跪在蒲团上，虔诚地摇着签筒，一支木签掉落在地上。江州睁开眼捡起，哈，下签啊，徒儿莫慌，为师这就为你逆天改命。说罢，我取走他手里的木签，将其放进签筒，然后在签筒里选了根上签，放回他手里。我和江州驱车到了青城的烈士陵园，我俩在里面忙活了一整天，挨个找烈士姓名，终于在天黑之前，将收集到的烈士亡魂全都安置到了他们自己的姓名处。入秋的夜晚，我和江州丝毫感觉不到寒冷。江州望着天空不解：“你说，我们国家当时那么艰难，怎么没有神明下来帮我们呢？神明一直在我们身边呢。”哪里？我环顾偌大的陵园，墓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姓名，我闭眼感受，心中无比安定。凡人之躯，堪比神明。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我妈双腿被打断后，我带着军功章跪求舰队还我公道，考上全校第1。我决定报考军校当天，校霸带人上门殴打我。我妈哭求他们住手，却反被一群混混打断双腿，丢在马路上，险些被车碾死。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校霸却劝我别费力气，烈士家属又怎么样？占了社会多少好处？死人能比活人有用？面对有钱有权的校霸一家，邻居倒打一耙，出面作证是我们母女卖惨讹诈。我妈躺在医院整夜流泪。我爸生前的1等功牌匾也被人偷走烧毁，带上我爸视若珍宝的军功章。我瞒着所有人去了舰队，军功章被我摆在部队门口。我下跪哀求：“我不要这些军功章，我求求你们帮我还个公道。”我被打了，张毅带着一群人上门，说我不配上军校，无数拳脚落在我身上。我妈吓得大哭求救，哭喊声让这群人打得更起劲了。周围的邻居都听见了，但没人敢开门救我们。一群年轻人穿名牌开豪车，张毅举着碎酒瓶，一看就不好惹，谁敢拦？我今天就让谁吃点苦头。我爸有的是钱，我叔还有个大官朋友，额头被打出血。我妈冲上来挡住我，替我挨住了背后的棍棒，重力击打皮肉的声响，还有我妈的惨叫，将我眼前染成一片血色。额头遭受重击，眩晕中我看着张毅举起凳子，对着我妈半跪在地上的腿，死命的砸。死女人让开，他妈的谁让你多事？小腿扭曲变形。
我妈脸色瞬间煞白，不管他怎么打，我妈都没让开。唾沫吐在我们身上，我憋不住的眼泪和求救。被一巴掌打得粉碎，真贱！不见棺材不落泪。一群人踹了我一脚，张毅拿酒瓶子砸了我的眼睛。看到我捂着眼睛翻滚，他一挥手，我妈被拖了出去。我找到我妈时，她躺在楼下大马路上，整个人失去知觉，身下还有一小滩血迹，只差一步，大货车就要从她身上碾过去，趴在她身上痛哭。我跪着求路人叫救护车，小腿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挫伤，胸前断了3根肋骨，内脏也有出血，最严重的伤口靠近心脏。轮到我自己，医生翻开我肿胀的双眼，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再晚一步，你这2只眼睛就要瞎掉了，就算好了，视力也会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左眼，看着血肉模糊，眼泪流不出。我嘴里一股血腥味，连牙都掉了2颗。医院里灯晃眼，手机在我手里震动。还没来得及退出的班级群里，打完人的张毅发了几条语音炫耀：同学们，咱们班的第1名，上不了军校了，他要变成瞎子了，哈哈哈！恶劣的语气和嘲笑，像是刀子扎在我心上。张毅带人冲进来殴打我，只是因为我说了句想上军校。闯进我家时，他故意对着我的手脚和眼睛下手，想让我上不了。别显摆你爸是烈士了，全班都知道了。你爸死了，你家还是那么穷，成绩好上军校是不是了不起？有钱有权是我家的特权，你配吗？铁了心要毁了我。张毅下死手，连我妈也没放过。手机掉在地上，我一只眼缠着纱布，觉察到病房门被推开，我整个人激动起来。我报警了，肯定是警察来了。迫不及待走向门口，不等我看清来人，一巴掌就甩到了我脸上。叔叔，我要报警，我要告张！啪！进门的男人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给了我一耳光。下一秒，我被一阵大力推倒。孤儿寡母，你算什么东西？还敢在我儿子面前显摆？想要钱想疯了？谁让你招惹我儿子的？穷山恶水出刁民，一张纸甩在我面前，凭借一己之力挡在警察面前。张毅爸爸恶人先告状，问我想要额多少。我妈被打成重伤，我毁了一只眼睛，他却再反过头来怪我招惹张毅，说要找人把我送进去。警察将我从他面前拉开时，所有人都在劝他别激动。周边一个男人挤到我面前，拿出准备好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小妹子，你放心，张老板是好人，你们先聊一下，他给你出80万医药费，你走大运了。大运！想到差点被害死的我妈，我心里一股怒火。他们想要害死我妈，现在却来恭喜我走大运，钱扔到我脸上。张占祥看出我不服气，这里80万，拿钱走人。我儿子下手还留着一口气，要是我，你们都别想活。我气得说不出话，谅解书被我当面撕得粉碎。要是我晚到一步，我妈就要再死在车路上，活生生一条人命到了她嘴里，轻飘飘一句我走运。听到我说不可能签字，张占祥笑了一声，那你想怎么样？去报警，去上诉。手指用力戳着我额头，他越说越好笑，看我的眼神像看傻子。你看我怕了吗？早知道下手狠点，你们2个人一起死，我连钱都不用赔。你最好乖乖签字，少让我看见你犯傻。人走了，我被警察搀扶起来，我妈在病床上疼得发出哀嚎。我红着眼要报警，警察看了我2眼，叹了口气劝我，他们家找了律师，说要起诉你讹诈。他给自己儿子开了精神证明，这种人你耗不过。现在起码他们不找你麻烦，钱拿着也许。张占祥一家都是地痞无赖，偏偏这种人钱多，甚至靠着几个有关系的亲戚，在这里只手遮天。他们甚至还想反过来倒打一耙。拿着那张我妈躺在马路上的照片，我手在抖，半天说不出话。张毅早就查过我们一家的底细，无依无靠。我爸已经死了8年，没有任何人帮我妈，
就算有人帮，他们最不怕的就是拼钱和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人劝我拿钱息事宁人，至少我还能上个好大学，给我妈治好病。说这话的人，被我连着谅解书一起赶出病房。我妈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这些年为了我，她守着家里的水果店，开业到晚上11、2点。周围的人笑她要钱不要命，我妈只是笑呵呵地说不累。可我知道，我爸死得太早，他付出比别人多1倍的努力，只想让我们日子过得更好。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个公道。律师再次上门时，手里拿着鲜花果篮，看到我顶着纱布照顾我妈，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给我下最后通牒。张家又加了20万，已经100万了。现在你总该答应了吧？见我不为所动，律师也有些不耐烦了。我知道你想告，可你连个律师都请不到，谁敢接你家这破事？你成绩好，他们是看在你是烈士子女，所以才出这个价。只要我签下谅解书，100万现金立马能打到我卡上。你现在视力受损，军校体检过不了，为了未来考虑，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把张毅送进牢房吧？别想了。我妈插着气管，这几天还有些不清醒，可听到律师的话，却忍不住手脚乱动。律师让我死心，拽着我让我看看我妈。难道你想和你妈一个下场吗？下场？我妈是受害者，在他们眼里却像个笑话。明明做错事的是他们，惩罚的却是我。我有什么错？我甘愿不要那100万。我只要张毅接受法律制裁，亲口向我妈赔罪道歉。拿起笔，我在男人的注视下，果断将笔丢进垃圾桶。我死都不会签字，这里不管。我就往上告，警察局、法院、检察院，总有一个地方张家的手伸不进去。骂声在病房里响起，男人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让我好自为之。你疯了，你就等着麻烦上身吧。你别想好过了。我想上网寻求帮助。我妈被打后，我急着去医院。等我回到家时，张家已经找人清理了家里的痕迹，别说证据，就连路上的监控也是刚刚好坏了。我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当时的目击证人身上，附近的邻居和路上的司机，求求你们帮帮忙吧。挨家挨户敲门，可平时和善的邻居们没一个愿意帮我。和我家相熟的王奶奶也躲着不敢见我。小希，你还是尽快签字吧，以后搬家去外地上个好大学。听了这话，我还有什么不明白？这些人都被特地交代过了，谁要是帮我，就是和他们一家作对。我也尝试过在网上发布视频，可每次不到半天就被人疯狂举报下架，连账号都彻底封杀。拖得越久，证据就被销毁得越厉害。我按照网上的步骤一步步写诉状，可这份诉状还没写完，我就被人找上门。你是顾小希吗？麻烦和我去一趟警察局。警察先一步找上我，可我等来的不是公道，而是张毅父子的警告，举报我敲诈勒索。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带上警车，远处还有不少人拍照。天哪，这不是楼下水果店老板家孩子吗？这是怎么了？都被带上警车了？什么大动静？他们店都几天没开门了，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可现在好像变了味。张占祥在警察局里等着我，张毅将摄像头对在我脸上，笑得满脸得意。就你还想起诉我？你就等着先进监狱吧。不等我反应，几张照片就被摆在我面前。你妈躺在马路上碰瓷，你狮子大张口100万都不松口，还有你污蔑我儿子，没有证据就想告他。我记得你家是个水果店吧？从我家拿出来的诉状被他当面撕碎，和警察说要跟我私了。张家父子靠在沙发，抬起下巴看我。我已经找了那天晚上的司机当证人，还有你家附近的邻居。举着手机打开音频，熟悉的声音传来时，我脸上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住在我对门的邻居居然四处说我卖惨讹诈，他家就他和他妈2个人，日子还过那么好，
谁知道钱怎么来的？我作证，那天晚上我只听见他大喊大叫说打人，还说什么要钱，不然就报警。而且我看了一眼，那天晚上他还自己跑出门，人好好的，哪里被打了？我看就是贪心。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脑袋里的那根弦一下子断了。张毅对着我笑，拿手机拍下我的惨状：你签不签？不签不仅钱没有，连你自己都要搭上，不管签不签，他都不会放过我。头晕目眩，我捂着头站起身，将他放在桌上的卡和文件一把甩在地上。不签，像看地上的蚂蚁。张毅啧啧两声，嗤笑我脑袋有问题。不签我搞死你！你别后悔，100万都不要，我请个人整你家只要20万，找个绝症病人去我家水果店，只要花20万，让他死在我家店里，我家就逃不了了。张毅放话威胁我，扬言不仅要让我上不了军校，还要我赔得倾家荡产。谁让你嘚瑟？死穷鬼得意什么？和我同时报考，我考上了，他却没考上。张毅不开心，别人也别想好过，再也忍不住，我红着眼怒吼：我们是烈士家属，你们太过分了！这句话出口，屋里一片寂静。张占祥站起身，打量我一眼，丝毫不在意。1块牌匾，一笔抚恤金，活人到了我面前都不管用，何况一个死人。对了，你倒是提醒我了。两父子毫不在意，反而更加过分，对着我踹了一脚。张毅让我滚。当晚，我出了警察局，就接到了医院电话，我妈病情加重，开始发烧，医院让我留着陪床，家里的钱都用在了医院，请不起护工，我只能天天守着。我要的公道太难了，网上查不到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反倒是我被带上警车的视频传遍了同学群和小区业主群。他们说我傻，不应该臭显摆得罪张毅。我闭着眼躺在病床上，靠着我妈，眼角的泪止不住。到了半夜，手机铃声疯狂响起，陌生号码拼命打来电话。等我接时，对面的人让我看手机，是张毅的声音，短信里多了一段视频。我看了一眼，心脏差点停跳。没有人露脸，火堆里烧着1块牌匾，有人在往火里丢东西。我爸的照片，还有他生前的证件，火光将一等功臣大字吞没。等我再看时，视频已经被人撤回了。再敢多事，我让你去陪你爸。烧牌匾的地方就在我家小附近一块荒地，顾不得其他，我踉跄冲出病房，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是我爸拿命换来的。我爸牺牲的时候，我还太小，小到记不清楚他的脸。等我再大一点，我记住了他的所属部队，也记住了他那一盒宝贝军功章。他死时也有人悼念，也有人歌颂，可这也丝毫不影响有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什么都没能保住。这个念头在心里冒出来的时候，我喘着粗气站在火堆前，四周空无一人。那么大一块牌匾，烧得只剩边角；那么多照片，烧得只剩下一捧白灰。那些我妈视为珍宝的遗物，化作一片火光，就像我爸。我不顾灼烧痛感，拼命想要灭火。到了后面，我甚至伸手想要拿火里的东西，什么都没了，手被烫伤。我瘫倒在地，跪在地上祈求找到些什么。终于，余光看到了熟悉的铁盒子，半截埋在灰里。我顾不得其他，忍着剧痛将铁盒护在怀里。那里面是4枚军功章，抱着铁盒喜极而泣。我打开盖子，捧起这4枚勋章。我爸保家卫国，现在也轮到我守护他了。就算所有人都忘记他，我也不会忘，国家也不会忘。用家里仅剩的几千块钱，我请了3天护工，带着身份证和几枚军功章，我登上了飞往千里之外的航班。日夜兼程，第一缕阳光照在舰队驻地大门时，我跪倒在门口，军功章被我摆在面前，我将头重重磕在地上。我把这些还给你们，求你们帮帮我们吧，还我个公道。一路上的疲惫，在此刻变为忐忑不安。我想了很多，有可能会得到帮助，也有可能会被赶走，也许不会有人记得爸爸，
但不管如何，我都想试一试。警卫员还未靠近我，背后传来一阵刹车声。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注意到后方的黑车。小姑娘怎么在门口跪着，走路带风？一身军装的中年男人示意背后的人下车，自己率先弯腰捡起地上的勋章。我有些窘迫，把烫伤的手和满是污渍的衣服遮挡起来，害怕弄脏眼前几人整齐的军装。一道视线落在我脸上，为首的男人举着勋章，对着我开口：“你看起来有些眼熟。”有人上前一步，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将我围住。顾江是你什么人？浑身一颤，我猛然抬起头，很诧异，从他嘴里听到了爸爸的名字。我妈说过，我长得像我爸，眼眶有些发热。我喉头哽咽，顾江是我爸，我叫顾小西。我现在的样子多半有些狼狈，身上全是黑灰，只顾着来求救，衣服没换，手上全是灼烧过后的水泡，看着惨不忍睹。我不求其他，我只想有人帮我，帮我吗？讨回一个公道。终于回过神来，一群人盯着我不语，视线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来回。谁干的？你身上的伤都是哪来的？我被带上了车，几人脸上肌肉颤动，有人咬住牙，压抑住怒火，温柔询问我；有人看着我红了眼眶，像是透过我看到了故人。顾江走的时候，你还没多大，好多年了。我们这些老战友都在军队里这么多年了，要是顾江当初没牺牲，现在多半也……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一只大手忽然搭上我后脑勺，温柔抚摸我。你爸要是看到你长这么大，一定开心。你受委屈了呀，孩子。眼泪摇摇欲坠，我拼命咬住牙，顾不上其他，死死拽住眼前的人。叔叔，我来找你们，求求你们帮帮我。车子到了目的地，我在簇拥中下了车，一路上将张占祥父子的所作所为全部说出来。我险些压抑不住，太过分了，这些还是人吗？他们简直是一群疯子，没人撑腰，就这样随便欺负你们。你等着，我们去给你讨回公道。气得脸涨红，这群人一个个握紧拳头。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这群人就是我爸日记里的那几位战友，曾经并肩作战。现在我爸去世多年，他们也没忘记他，还有人记得他的牺牲，还有人记得我们。他们问清我受的委屈，一群人恨不得飞到千里之外。我见到了驻地里的首长，军功章在他手里反复摩挲，他脸色凝重，郑重对我开口：“顾江同志的勋章是我亲手交给他的，感谢他为祖国做出的奉献，将生命交给这片土地和祖国，誓死捍卫我国领土。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泪，他们不怕牺牲，你们也绝不能受欺负。他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手上的伤口得到处理，上药时我一滴眼泪也没流，心跳得飞快，满腔热血。这一刻，我的心终于放下。首长迅速安排了人陪我回家。我爸当初最要好的那群战友乌泱泱站了一屋子，主动请缨要跟着我回去，看看那对嚣张父子。我就想看看是哪些畜生，连一等功牌匾都敢烧。我们现在就过去，等到了咱们再通知其他人。他们胆子太大了，一张张坚毅的脸庞对着我，那身军装上的标志闪闪发亮，就像我爸日记里说的那般热烈，满是希望，站在面前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这就是祖国的军人。这些年，我妈带着我独自生活。当初我爸走的时候，也曾有战友主动联系我妈，想要多加照顾。嫂子说，看见我们就想起你爸，她伤心，更怕你难过，一看见我们就放不下这个地方。她说不能总靠着我们，她说让你爸放心，就算他不在了，也能照顾好你。我妈从未靠着烈士遗孀的身份养大我，都靠她自己。我爸留下的那笔钱，他本想着以后交给我，一分都未动，整整60万。我拿着那笔钱，全都送进了医院，就当是我爸又护住了我们一次。听我说起这些，首长眼眶发红，借着咳嗽低下头，再看向我时，眼里都是愧疚和悲痛。小西，走吧，
让我们陪着你去要回公道，这事我们管定了。那一晚，我听着外面整齐划一的脚步声，睡得很安稳。隔天搭乘最早的航班回到医院，我到时，一群人将护工推倒在地上，想要将病床上的我妈推下病床。住手！你们干什么？我冲上前，心里满是怒气。到了这时候，他们还是没打算放过我们。严叔叔，这些就是张毅家请的混混。下一秒，我背后闪过一道人影，举着棍棒想要打我的人，被一脚踹飞。病房里安静了。一群人看向我身后，愣神过后哈哈大笑。我说你怎么躲着？原来是去找人救命了。死丫头找这几个人有屁用？张老板说了，今天你必须签字，不签手指给你砍下来。画个押都算。背后的首长气得牙齿咯吱作响，脸上表情更加冷峻，看这群人眼里都要冒火，将我护在身后，让人将我妈推到隔壁病房。他们压抑着怒气询问：欺负烈士子女，上门殴打妇女，欺负孤儿寡母，就不怕法律制裁吗？几人面面相觑，噗呲一声笑出了眼泪。哈哈哈！我当你们有什么本事？原来就是几个傻蛋。在这里，张老板家就是法，他家说一没人敢说二，打了就打了，还管什么狗屁烈士？来一个打一个，来啊！不等他们说完，背后的几位叔叔已经上前冲来上去，一拳打得他们惨叫出声，没几分钟就倒在地上。你们敢打人，知道我们张老板是谁吗？你们等着，等张老板找人告你们，让你们通通吃牢饭。举着手机向我们放狠话。男人吐出嘴里被打掉的牙齿，让我们等着。与此同时，一群特警车队和军车正浩浩荡荡向医院驶来。张占祥带着张毅出现时，地上几个混混全被赶出了医院，守在门口，像是生怕我跑。他们堵着门，等到张占祥父子出现时，顶着一张张猪头脸，谄媚开口：人在里面，还找了几个打手，死活都不肯签字啊！张毅吐了口唾沫，张占祥脸色也有些不好看。背后忽然传来一阵警笛声，等回过头后，张占祥脸色瞬间发亮。儿子，咱们上去，你看见后面那些警车没？那是你高叔来给你撑腰了。10几辆警车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这样大的排场，张占祥父子非常满意，就是要这种威慑力，才配得上他们两父子。满嘴脏话，张毅骂骂咧咧，和自己亲爸上了电梯。他们走得太快，丝毫没有看见后面的人下车。张占祥嘴里的高叔，此刻下车之后并未走动，反而站在车门口，举着手臂等待车里的人下来。额头都是汗，想起之前接到的军区电话和消息，高阳脸色难看，额角都是汗。余光里注意到张占祥父子上楼的背影，他想出声又不敢，直到有人从车里下来，他腿一软，看着来人肩上的军衔标志，脸色煞白。完了，全完了！一脚踢开病房大门。张毅看到我的时候，脸上还有些不屑。张占祥站在他身后，替自己儿子撑腰，环视一群后，他冷哼一声：“就是你们在这里打人，和我们张家作对，你们就不怕进监狱？明明是他找人来医院找麻烦，现在却反咬一口说要把我们送进监狱。”首长气笑了，站在我面前，问了两父子一句：“凭什么？”张占祥想也不想，就骂了起来，语气粗暴：“你们是不是没打听过我是谁？老子家大业大，想让你们进监狱还不简单？你敢帮他撑腰？你试试看，警察是抓我还是抓你？上下都已经打点过。”张占祥老神在在，张毅冲我划了一下脖子，比了个杀人的手势，眼里都是恶意，冷下脸。病房里的几位叔叔脸上没了表情，看死人一样盯着两父子。你们胆子真大，连烈士家属都敢欺负。张毅皱起眉，注意到走廊里朝这边走来的警察和特警，随口答了一句：“烈士家属算什么？死了不还是一样没人知道？”特警和警察鱼贯而入，将病房围得水泄不通。背对着他们，张占祥抬起下巴，满脸骄傲。
对着我们伸出手：“你们来的有点慢，把他们抓起来吧。”屋内一片寂静，几秒钟过后，有人动了。下一刻，两父子脸上的笑容僵住，缓缓看向手上的银手镯。张毅骂了句脏话：“你们他妈是不是眼瞎？抓我和我爸干什么？抓他们呢？抓错人了！”迈着步子站定在首长面前，当着两父子的面对着首长敬了个礼。男人冷着脸扫了张毅父子一眼，脸上表情未变：“没抓错，抓的就是你们。”气得说不出话。何时被这样对待过？看到男人对着我们这边敬礼，张占祥有些迟疑，可很快便发现不是熟人，立马恢复嚣张气焰：“你们高队长呢？让他出来和我说话。”高队长。张占祥举着手铐，让人给他打开，嚷嚷着要见自己的老熟人。眼神示意过后，门口那位高队长抖着腿进了门。我不认识他们，首长我。张毅脸上表情难看，戴着手铐烦躁起来，还没等听清面前人的话，直接就发起火来：“赶紧给我们解开！收了我们那么多钱，还这么不听话，反了天了！你们还想不想要钱？”扑通！下一秒，他们嘴里的大靠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不是，他们胡说八道，谁认识他们？病房里死一般寂静。张占祥脸上表情呆滞，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他弯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刚想打电话求救，就响起手机铃声，失手按到免提。对面的人立马哭叫出声：“占祥，你和儿子去哪里了？家里来了好多警察。”把家里和公司都围住了。怎？手机掉在地上，屏幕四分五裂。张占祥眼里扯着血丝，脸上终于有了恐惧，踢了自己儿子一脚。他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颤颤巍巍冲首长开了口：“你们想要什么？给多少钱才能放过我们？”嗤笑一声，首长将手里的资料都甩在他面前，看着一张张大头照，他脸上瞬间惨白。等他看清楚自己的靠山都被查出来之后，首长才将我推到最前面，护着我对两人开口：“多少钱都不放，我今天就是来主持公道。我们要彻底拔了你们这些毒瘤！”头上被戴上黑口袋，两父子哀嚎被带出去，再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看清地上的那一张张照片，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张占祥父子会那么嚣张。一层叠着一层的关系，山高皇帝远，有这些人护着，张占祥父子简直无法无天。我和我妈怎么可能斗得过这群人？就像是一粒尘埃，怎么可能撼动大树？别担心了，好孩子，伯伯带你亲眼看着这群人伏法，还你们公道。笑容终于回到了脸上，我牵着我妈的手，笑着笑着，眼角湿润。我终于等到了有人为我撑腰。妈的！早知道烈士后人这么难缠，我干脆当初直接弄死好了。爸，你快找人来救我！就算进了被警方控制住，准备调查，张毅还是不死心，想要寻求出路。听到这句不知死活的话，张占祥脸上肌肉抽动，对着这个唯一的儿子，他头一次发了脾气：“住嘴！要不是你管不住手脚，我们……”想起那些保护伞，张占祥心里忐忑。总不至于一个小小烈士遗孤还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说不定就是狐假虎威，吓唬他。爸，我不想坐牢。张毅一声呼唤，让他回过神，看着自己老来得子的宝贝儿子，他脸上表情复杂。你等着，我想想办法。我妈被转到了最好的医院，专家会诊。1周时间过去，我妈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虽然恢复不到受伤之前的身体状态，但现在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苏醒的时候，我妈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激动的手脚颤抖。老首长啊，10几年了，你们都来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妈脸上有一丝惭愧和不安，嘴唇颤动。麻烦你们了。听到这话，老首长眉头一皱，叹了口气，那群老战友也坐不住了。嫂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说。顾江那小子不在了，你们还有我们呢，咱们就是一家人。小西也是我们的小辈，不管什么事有我们帮忙撑腰。
我妈闭上眼，再睁开时，红着眼点了头。对，还好有你们。病房里气氛活跃起来，直到一通电话打破了平静。什么？那个叫张毅的跑了？听到这句话，我猛地一颤，手里的杯子掉在了地上。我急忙站起身，想要往门外走。怎么会？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只大手牢牢抓住我。病房里的几位叔叔拦住我，让我安心休息。小希，你别激动啊，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想跑了。对上我愣住的表情，几人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还有些老鼠尾巴没揪出来，就等着他们自己跳出来。现在终于可以收网了。为了挖出剩下的那些毒瘤，他们故意让张毅一家人看到希望，千辛万苦想要让他逃出去，就等着他们跑了。有人跟着呢，拍着胸脯保证。几人碰了碰拳头，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慢悠悠往外走。现在可以动手了，我们去帮助一下，尽快将他捉拿归案。笑声在耳边传来，有人对我眨了眨眼，让我放心，早看他不顺眼了。我们去看看这小子有什么本事。病房里瞬间空了一大块，我心里一暖，有人撑腰的感觉，真好啊。张毅逃走第2天就被人抓了回来，连带着落网的，还有之前几个没查到的小人物。这些深扎的蛀虫终于被拔得干干净净。张毅被带回来时，像是没了半条命，鼻青脸肿，看到警察差点激动地掉眼泪。把我抓了吧，别打我了。我认罪，脸上表情不变。送他回来的几个大男人脸上表情如常，问起他身上的伤，一群人眼观鼻，鼻观心，说不知道。谁知道他说不定是逃跑心虚，自己摔跤了。摔跤？看着他脸上的拳头印，在场的人都沉默了。稍一等功排扁，吃这点亏也是应该的。这一次，张占祥一家算是彻底在监狱里团聚了。这些年，他们一家仗着有靠山为非作歹，首长一个都没放过，就连那些他仰仗的大人物，也一个个被拔出来，一个都没漏下。张占祥公司倒闭那天，我推着我妈出院，水果店已经关店了。家里的房子也被打砸得不成样子，我准备把房子卖掉，要去你爸曾经工作的地方吗？我妈问我时，语气平静。得到我的答复后，她轻轻搭上我的手。可惜了，咱们小希的愿望是上军校，你现在没事的。人活着就有希望，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我加快脚步走到了阳光下，我推着我妈往前走。医院门口的夏叔叔们等着带我们一起去看张占祥父子判决。站在被告台上，张家人挂着悔恨的眼泪被带走，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鼓掌和叫好声中，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准备带我妈跟着夏叔叔他们一起走，那边气候很好，适合我妈养伤。一切尘埃落定，首长在我们安定下来之后，又和我见了一面。这一次正是将那几枚军功章交还给我。我抚摸着上面的五角星，头顶传来了一道声音：我听说你想上军校，等你毕业，有兴趣来我们舰队吗？五角星闪闪发光，红得耀眼。看着眼前的录取通知书，我伸手接过，满眼都是希冀。我想去。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